保安马上就飞起了啊！丝绸之路延绵千里，与欧亚大陆紧相连，河西走廊。茫茫戈壁，祁连山脉巍峨耸立入云端。天下雄关，古道苍茫，人感叹金戈铁马，壮士守关到白头。这就是丝绸古道历史悠久的戈壁名城嘉峪关，它坐落在万里长城的最西端。说起嘉峪关，咱们首先说雄关。乘客您好，下一站是新华路南站，请下车的乘客做好准备。想办法了没有啊？咸蛋糕啊，快吃。看这个也唱。生日快乐！谢谢你日，也唱的好歌听广。唱呀，那再来一首。我老家是陕北，陕西延安那一块儿的，因为工作然后分配到这里。我16年过来以后，他们俩就跟着过来了。我到这矿山来就2年，快3年了。我主要干的就是测量。18年3月份买房子，咱应该是回家了嘛。哎，赢了，给我。大姐帮我。啊！其实从窗户这一看就温度了。这现在零下16度。嗯，天气不错，开始泛红了。我到了。
8只天鹅，2只小鹿。哎呀，鸟啊，太阳啊，都在画面，真美。我得给你打个10环啊！我不是打鸟打出一个特等射手了吗？在民兵训练中，那我就讲，我说我有这个功夫，把它用在这个工艺上。我从小是打麻雀，我就打了，我有反思啊，打的不对了。从现在来讲呢，我应该对这个野生动物有关爱。现在安全距离这个逐渐缩短了，这多好的现象！好湖再往北走，一个农民老乡跟我说的，野鸭子还有天鹅，它是它的冬季的营地。我说这样多好啊！我们有这种野生资源。那个啊，那边有一个正子的，那是个鸭子，你别管了，这可是生的。哎，小心！哎，你别往那儿走。就掉这儿了啊，就掉这儿，鞋就湿了。啊，我97年从九钢退休，退休以后我就成了专职的拍鸟的了。拍鸟的苦差事不好干，美中不足就有钓鱼的，啊。这是在哪儿拍的？这是九钢那个污染严重最大的地方，现在空气处理得非常好。这个飞到我们这个公园里了，啊，这是一只白鹭。我认为这是很珍贵的，不容易。原来是风吹石头跑，天空无飞鸟。年了以后哦，他刚好出差到我们那边去了嘛，就一块儿过来，到这边来。这是草的脚印。我那时候来的时候19岁嘛，家里不是很放心。有哥他说你也看到那边不好，你就回来。我那时候到夹儿关来了以后，真正的是一片那个戈壁滩，什么都没有，一棵树都没有。那时候真是一棵树都没有。湖北是千湖之国嘛，有山有水，就是一年四季都能看到绿的地方。然后刚来的时候，见那个刮那个花沙尘暴，就是像那个原子弹的那种爆炸的那种沙尘的那种的，我就躲在房子里头嘛，就不敢出门儿。
尤其是晚上，就是感觉外面鬼哭狼嚎的那种的，而且老担心是啥？老担心那个房子被刮倒。最早这片就特别偏远，就没有人来，你知道吧？那时候在北市区集中着嘛，所以说是这面就觉得是太远太南面了，就戈壁滩那没人的地方。那时候年年到春天的时候，我们就年年去栽树。那时候栽树都还没车嘛，那都是00几年，骑自行车去。早上7点半8点，就是有的时候就自行车就骑上，骑上以后前一天就把第2天中午的饭都准备好。这个城市里保护的比较好，但野外是经常是风沙是比较大的，经常就是咱们在就是20、30米开外，一个见不着一个。其实我捂这么严不好，但是我们平时就是这个状态。那土大吧，你再到现场你不这样就不行。那个大队有个车坏了，明天可能开得到，要不就下午，要不就明天。我问问我们南湖的车吧。咱们的水车修好了没有？下午3点半，如果能从修理厂开出来的话，你就到南湖把水加上，开到魏晋墓这个7公里这个绿化现场来。我们1年是200公顷任务，在这个外围找这个重新开辟这个戈壁滩上重新的种。这不是一片正常的戈壁滩吗？啥也没有。这戈壁滩就是从前天下午，我们才开始这个开沟嘛。我们这个沟是6米的沟，因为这戈壁滩上没有土层，不能种树嘛。把沟沙石挖走以后，再把我们从酒泉拉来的好土，再垫到1米深的沟里，然后再把水浇上，再种树。一有空隙，我就像一头柯基了的困兽，冒着大戈壁的沙风，向城边有绿的地方跑。第一次看到长在戈壁上那一滩滩叫做鹿头刺的草时，我以为它们是不需要水就能生长的植物。我坐在石头上，怎么也读不懂它们那种坚韧的刺，可它们却是真真实实的收入戈壁的绿色，沉闷的绿色。贾尔关人他有一种对这个绿的渴望这个方面的。到这个春天的风特别大的时候，就刮那个7、8级的那个8、9级那个大风，刚刚那个才出来那个树叶子那种的，整个连根都拔起来了，就这样的，就整个一条路上就没剩下几棵树，就这样子。我就记得那个报社的那时候有一个总编，我就看到他那个眼光，看到那个树。到第2天，然后再又开始补栽，就这样的，拔一棵栽一棵，拔一棵栽一棵，就是那些树啊，现在看到那些树就是那样栽出来的。他们就觉得这个树就是一种像人一样的哦，就是一种生命的象征。在那种一棵树的时候，好像就是在养一个孩子一样，这种感觉。在生活的那种韧劲，就是一种生命的象征。当时没想着过来，本来想着说跟着他爷爷奶奶那边，也不能一直说孩子见不了爸爸不是？那咋办呀？就跟着就来了。哎呦，掏哪个？一人一次机会。你说爸掏哪个？你说掏哪个？啊，后面那个爷爷。哎呦，没掏上。
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他爸回来就领着他出去转呀，出去玩呀，跑别人家转去呀，找小朋友去。他这边还算是好的，有时候隔上几天还能见，就像人家有的人10几天、半个月的都见不上。10个。现在对孩子就是说，心里有一种自己对他的期望、目标，其他的都苦点累点都无所谓。哎呦！好。我叫石海，是85岁支部补习班班长，已经工作8个年头。刚来其实也挺害怕的，按常人理解应该是挺危险的，炸药嘛，你想。但时间长了，你把它了解了，其实它就是我们手头这个工具，比之前是安全系数已经大大提高多了。井下四肢长嘛，身上你出完汗后各方面它不往外蒸发。汗排到棉质里面就捂住了，所以井下身上湿气都特别重。泡个澡，把身上的湿气去一下。3年春节都没有回去了，都是在这过的。今年春节龙班，我就在山上呢。这么早就休息了。老大是儿子，3岁了，刚上幼儿园。我女儿是去年8月份，18年8月份。她现在在这个成长阶段应该认人的阶段，刚能把我们认下了，上山了，再下去，瞅我半天不认识，扑棱个小眼睛，反正是感觉挺陌生的，有的时候还不跟我。下山，正常我们话都是嘴都快扯耳根子上了，乐着下去的嘛。
不管上再有多烦心的事，只要说是当天能下山，都挺高兴的。这出入库特别的。我和姚大奇最早是属于摩友，就是骑摩托车认识的。别看他年龄大，跟年轻人一点都不差。我们出去拍一些天鹅呀，拍一些野生动物。他那个思想还是比较超前，特别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。骑得比较猛。一个市场上就行，这市场有门，到市场能发生啥？这车你说时间长不用了，用啊，也就几个月没用。我搬家那时候还偷着骑往回搬点东西呢，让把那灯的电源关上。老杨头嘛，走吧。还是你有劲儿。你们不负责任，我的多少同志给我挂电话都说：“哎呀，你们老夫老妻的了，你就不知道关心关心他？”你看说的我心里难受不？人要服老，我现在就服老，服老以后我就不骑车。完，我们觉得是有公益活动的事情，你怎么参加我们都没意见。人多，你一个人骑摩托车出去，掉到就是那个沼泽地里头，摩托车在上头，你真正公安局破案都不好破。我把这个话都说给他听过。还想看看书。这个啊，遇到难题了，请教老师了。我这做一个 PS， 做不成我用别的招。我喜欢骑摩托车拍野生动物，拍上鸟了，听着鸟鸣了，那心花怒放。虽然是10去9次空，这个有1次收获我就满足了。现在得抓紧时间了，趁着能够跑，趁着这个自己有这点小经验，这个一定要多出点片子。有一次也是个黄昏，就像这样的天气，我坐在那个黑山底下，它那个雾啊就从山底下一点一点往上升，然后旁边就是村庄，那个狗叫声这样子。你坐在那块儿，你就想不起来世界上还有什么烦恼的那些东西。黑珊瑚呀，
那个是最早的湖。那时候离城市很远，它是在那个大戈壁滩的中间还是对面，到不了城市跟前。你要是看黑珊瑚呀，你就要到城外面去看。检察官什么时候要有湖就好了。有一天就出现了一个大头堆，我还不知道说挖这个大头堆干嘛呀。慢慢的就把头堆这个移到边上，中间就出现一个大头坑。他们说这个地方要修一名湖。当时就觉得这种东西很遥远的，这个能实现吗？最起码2、3年吧，慢慢的就形成规模了嘛。到了2000年以后，有一天就出现了很多湖，大大小小的湖10几个、20来个了已经。这样湖泊一下子多起来了，绿也一下子就多起来了。它是有水嘛，有水那个树啊、草啊、花儿，它就慢慢的长得旺盛，特别美。一条小鸭子，会滚狗，在它的估计水嘟，爱嘻嘻，大龙龙，兔，灰太狼，小浣熊。他就抱怨他说：“哎，嫁给你以后，你跑这么远又没人招呼，亲人呀各方面，反正感觉就是有点孤单那种的，朋友啥有点少。”我们上山单位上班的时候，吃是算就是家里头的顶梁柱了。有的时候像家里有事，打完电话你还下不去。我上山有的时候孩子病了，就他这个在那照顾。想想有的时候其实，有的时候说是让矿嫂理解我们，其实我们也该多理解我们所有矿山师傅们，他们其实挺不容易的啊。现在你说矿山人
山上有些人就骂你个傻子，待在山上还挣那么点工资。下面你看拿那个生物四号滤镜啊，这样几个来上好。我傻吗？山上没这个傻子啊，各自这种坚持吧，谁都有谁自己那份坚持。山下的人是他们也有比我们艰苦的，但是他们也在坚持。当年发现了金铁山，然后才有了这个市这样，然后人口出现这么多，我们就命运已经共同起来，已经是命运绑在一起了。对。记得咱们在黑山湖，黑山湖，杨叔骑的车去的，给咱们拍照、摄影干啥的。人家退休了，骑个车到处。车技可以跟着我们侉子都一直跟着跑，能跟上，真厉害。我没事也偷着练呢。神域长城那会儿，我这车也小变，半径越来越能小。那就然后呢，脚还不着地，平衡掌握。哎，然后我自拍一张片子，挺满意。那就漂移，那就玩的有意思。有活动我们就把杨叔喊上，跟我们一块玩。这次吉利老伴儿发令了，我该交钥匙了。这个我这只好拜拜了。所以说今天看这小案子，我说，再有拉力赛，从这个山海关到嘉峪关这种这个长途跋涉的活动，你替我圆梦吧，啊，这就实现这个梦想。我有生之年也不多了，这个能做点这个事儿就做点吧，这余热吧总得要贡献一点。人家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从城市里头开车10几分钟，就到那个大自然的那个怀抱之中，周围都是空旷的，戈壁啊，还有湿地啊，草湖、大峡谷，这种环境真正的能看到那种大地的那种颜色哦，好像什么东西都回归了自然。一到这些地方就是心胸开阔的那种，好像什么东西都忘了，来自那种地心的那种大地心的那种心跳的那种感觉。时间越长，就觉得这个地方它这种地润魅力，人的那种精神哦，它就一点一点的就打动我。你想我来嘛，人生地不熟，电视台他们要办一个报纸，需要一个就是表述能力、这文字功底比较好的这么一个人。我那时候是，你想我都结婚了嘛，要是在我们老家那个年代，结了婚以后，你就不能招工招干的，这是那个年代的政策。我收入都要招进那个文化局嘛，电视台。
像现在你们看，我要是有时候我的作品发表到什么人民日报呀这些大报道刊的时候，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都在转发，好像是一个很喜庆的事情。作为一个嘉峪关的市民哦，特别感动的这种感觉。我那时候的同事，就是现在的同事啊，都找到了自己喜欢的那种工作，在这儿扎下根来。小楼，对，好。前年来的时候，正好有一场雾凇，拍了几个好片。这2年一直等，每一次回来都是赶不上时间，正好错过下雪。今年我们在那边下大雪呢，他一看下大雪，哎呀，我就着急了，我又没赶上。退休以后到广西北海，在那里居住了一段时间，每年呢就当个候鸟吧，来回飞一飞。这都拍的，这是没土的是。那没有不要紧的，主要看一下现在这个条件很好了。先说等会把这收水下来拍好不好？是把它是得要压成压缩包呢，垃圾。啊，压机箱体里面压瓷实，压瓷实以后后面一个门子车一带走。哦，这比以前好多了，以前这里又脏又乱。好，你辛苦了啊。这个地方是我的第2故乡啊，从工作，我一直成长，到最后退休都在这个地方，所以对它很有眷恋之情。是我今年也参加了啊。我在嘉峪关长大的，工作和生活都在嘉峪关，我的亲情还有我的朋友都是嘉峪关。你就在外面风景再好，总是眷顾嘉峪关这片土地。补充最佳风貌，也再次祝福所有的来宾朋友们和广大市民朋友们元宵节快乐！在新的一年里，红红火火，万象更新，阖家欢乐！谢谢。谢谢净铁骑代表队入场，我们掌声欢迎。长城骑射手队的表现。川普期间，鼓声、节假斗争、比赛声、农闲季节壮鼓声，一连4季，欢乐颂扬我们。我们要走了。对，走。多多是谁呀？多多是阿姨的，没人照顾，到我们这来照顾。那洗个劲。我叫我咋带上？千万给弟弟带上。走到绿景院那嘛，那也封了。绿景院那我不知道封了没，反正咱说初2的时候人就特多，挤的，看不着。我观察舞台啊，去观察。我在这听，啊，这里就可以，这不就刚好？我手机在哪呀？在楼梯上还能看一点点。
那面是纯粹那个啥？再走这来。这不用跑了吗？去哪儿去啊？这个纯正全对，你喜欢哪个？对，我的那个超级小的。接着我们我们去哪走了？家，你像现在家也安这里了，我就一直想着说开童装店呢，这是小孩的啊，开个小店慢慢。从去年换了这个工种以后，新工种，想尽快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吧，有点起色，慢慢这样有干劲儿吧。这个城市是伴随着我的成长而成长的，说是每它的所有的变化都历历在目。觉得嘉峪关的变化，就是全国变化的一个缩影。嘉峪关那个城市一下雨特别干净，那个树就像从水里捞出来的那种感觉，滴着水滴滴答答的，特别美。我来的时候，这个城市就几栋楼房、几条马路，城市里头就是空荡荡的那种的。慢慢的，方方面面的东西它都在改变。哎，爷爷，您觉得您自己多大岁数？我80后啊。这开始退休的时候，确实是检查这个病那个病。哎呀，又给我装起搏器啥的，给我吓得就受不了了。后来我就这个调整心态吧。你好，行也行，好。主要是落实鸟能吃上饭，哎，这事儿，景区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，说杨老又来鸟了，这个今天来的比较早，4只大白鹭，就是在这个九眼泉湖。你看，野鸭子，公的，多好啊！刚才那飞了去，现在还在了，白的。白的是白鹭啊，那么大的白鹭，我们说嘛，腿长，这还在这，腿长45公分。那看，哎，悄悄的啊，我过桥了啊。那会儿是只白鹭，1、2、3，最少有4只。白鹭呢，每年来的越来越早，逐年越来越多。这我们这是一个城市的一个骄傲，因为他来了，我也欢迎他们。
来野生动物宣传。嘉峪关有哪些个野生动物？野生动物保护宣传。好，保护自然也是保护我们家人，爱护鸟，鸟是我们的朋友啊。我们是做公益的，我们那老爷爷都80多岁了，还在做宣传。希望你们星光玩好啊，耽误你们宝贵时间啊。我发起这个野生动物保护，这是我第一个发起。逐渐吧，这个有志之士都加盟，认为老杨头说的是对的。我那时候来，那城市没绿嘛，基本上，你见不到绿色。嘉峪关人是土生土长的人很少，都是外地人，他都是从四面八方来。嘉峪关嘛，它是长城和丝绸之路的交汇点嘛。既有城市的那种气质啊，也有乡村的那种特色。长城边上的城市，在雪山脚下的城市，来感受这些东西，跟在别的其他的那个地方感受是不一样的。我能感受到几千年的那种文化，我也能感受到现代的文化。只要你有情怀、有热情哦，这个城市它就会敞开欢迎你。春天是艰苦，到夏天到秋天你就看到希望了。这就栽好了。在嘉峪关生活，说不准哪一天你就会成为作家，会成为企业家。只要你有能力、有情怀、有热情哦，你就能做出自己喜欢的事情。走了，再见。这次是越减碳、老郭，我自己去，重点考察它的怎么保护鸟。